查出怀孕那天，老公的前任发了一条极度暧昧的朋友圈，照片里他在奢华的酒店房间对镜自拍，隐约可见背后那个只裹着浴巾的男人身影。他还配文：前任终究还是忘不了我。我点赞了他的朋友圈，随手转发到家族群。没一会就响起了他打来电话，哭哭啼啼和我道歉，说他只是开个玩笑。随即老公那愤怒的声音就如炸雷般在一旁响起：无聊就去找点事做，别整天就只知道是奸我身边的人，怨天怨地，活脱脱一个怨妇。还有，你在家族群里造我和菲菲的黄谣，信不信我送你去坐牢？紧接着，前任又发了一个老公温柔安慰他的视频，他身边的同事下属无一不羡慕祝福，唯独我毅然决定结束这长达10年的婚姻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结婚10年，终于查出怀孕。我准备等老公回家时给他一个惊喜，正好今天还是我的生日。然而还没到家，就看到了他前任的朋友圈。他不仅缺席了我的生日，还为了他的初恋前任谢菲菲，把我骂到狗血淋头。这些年，我和邢凯为了怀上孩子，做了无数的努力，我打了无数的针，尝试了无数的偏方，都未有成效。后来才知原因不在我，而在于邢凯，他自己就是医生，还一直对我隐瞒自己有弱精症的病史，直到3年前被我意外发现。而我为了维护他的自尊，在婆家隐忍，承受婆婆无数的白眼和压力，直到前2年开始，他才同意尝试去做试管婴儿。现在好不容易怀上了，上天却给我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。我独自在家等他到半夜，他一身烟酒气混杂着劣质香水味回到家。老婆，干嘛冷着脸？真丑。他伸手想来抱我。以前的我面对他的施舍，会不顾一切地贴上去，可现在10年的爱意仿佛在一瞬间冰冷。我对他已经开始有生理性的厌恶了，便直接躲开，低声说了句：你身上很臭。他嗅了嗅自己身上的香水味，瞬间变脸。就一个生日而已，又不是明天过就会死，至于给我这么臭的脸色看吗？呵，你难不成还在为菲菲的事情和我生气呢？可你是最没资格生气的那个。你对一个无辜女性造黄谣，她都差点想要自杀来自证清白了，你也不减损阴德。早知道我就不该告诉你我之前的恋爱史，好过现在你来捕风捉影，给我添堵。我冷了脸，轻推了他一下。那你去找他。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就用力地反推了我一把。我下意识想护住肚子，可腹部的疼痛还是涌了上来。我的孩子，我心头冰冷，想让邢凯拉我起来，可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丝毫不给我开口的机会。苏雨婷，你又想让我愧疚来博取我的同情是吧？哼，你现在怎么这么有心机？你就不能跟菲菲多学学吗？善良的菲菲还怕你误会，刚才还叫我带上你去一起 K 歌，我看现在是没这必要了。心口密密麻麻的痛压得我喘不过气。他此前就多次以我备孕为由，从未带我出席过任何场合，但却能带上谢菲菲。他的科室同事都看不下去，来悄悄跟我说，邢凯无论什么聚会都会带上这个女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老邢的媳妇呢。他还让我多提防，可我每次一旦多问2句，邢凯要不撒谎敷衍，要不就开始脾气暴躁地骂我。我正要起身，却发现小腹绞痛得厉害，而邢凯一听到手机震动后，立刻接了起来，因为紧张
还不小心把扩音筒都打开了。电话那头，谢菲菲那充满恐惧的尖叫哭嚎声也一并传了出来。邢凯，凯哥哥，你快来救我！我被几个男人堵在了 KTV 的包间了。邢凯看都没看我一眼，转身拿起车钥匙就往外冲去。他脸色紧张，充满了凝重，还不忘安抚谢菲菲：“菲菲，你别怕，我马上到。”可我肚子实在是痛得厉害，便一把抓住了他的裤腿。邢凯，送我去医院！邢凯一脚踢开了我，语气是前所未有的狠厉。苏雨婷，你没听到菲菲那边很危险吗？你就别在这发疯了。我紧咬着唇，艰难泄出一句：“邢凯，我的肚子好疼。”可我的话还没说完，邢凯就直接打断了我。他一把将我拽起身来，冷笑：“够了！既然你那么喜欢为难菲菲，那你就跟着，用你的狗眼好好看看，我和菲菲之间什么都没有。”邢凯几乎是半拖半拽的把我弄上了车后座，他眉头紧锁，一脸不耐烦地冲我吼道：“苏雨婷，你到底在演哪一出？不这样膈应，我是会死，是吧？菲菲会晕车，你就在后排好好给我待着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猛地一脚油门，车子朝目的地疾驰而去。我没来得及抓稳扶手，一个趔趄，肚子就撞到了前排座椅上。我尽量的蜷作一团，但这丝毫减轻不了肚子上传来的那份的痛楚。我的思绪逐渐变得混沌。邢凯，邢凯，快送我去医院！而邢凯仿佛听不到我的祈求，还继续保持着同谢菲菲打电话。我在后面忽然闻到一阵铁锈味，而他依旧在电话里安抚着谢菲菲：“菲菲，菲菲，你别哭，哭得我心都碎了。我马上就到了，我要那群王八蛋死！”我听着他们的恩爱，从一开始的抽泣，到了后面无法自控的大哭。邢凯大声骂了一句：“你在这哭个屁呀！整天只会拈酸吃醋，在这哭丧着给谁看呢？”我使劲爬起来，而邢凯转个弯，又把我重新摔到车的另一侧。我看到了那条遗落在后车座椅角落里的蕾丝内裤。邢凯，我流血了，快点送我去医院！你不送我去医院的话，就让我下车！我要下车！我忍痛用最后一点理智求他，指望他送我去医院，肯定是行不通了。要是再拖到他接到谢菲菲，我的孩子可能真的保不住了。哪流血？看到菲菲和我打电话，你的心在流血，我早该知道。你这种人骨子里就是贱，稍微对你好一点，你就开始蹬鼻子上脸了。他把车靠路边停下，既然你一直这样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在这给我滚！不是在流血吗？赶紧滚快点，别弄脏我的车！我刚打开车门，都还没站稳，他难以置信的一脸震惊地看向我：“苏雨婷，你来真的？”看我不再搭理他，他就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，随即就猛地发动了车子。那你别后悔。我猝不及防没站稳，由于惯性被挂在车门上向前拖行了6-7米，皮肤摩擦在粗糙的柏油路上，传来火辣辣的疼。在路人的惊呼声中，我倒地不起。邢凯扬长而去的车尾在我的视线里渐渐模糊。等到醒来的时候，老公的同事医生进来病房，一脸沉重地告诉我：“抱歉，苏女士，昨晚您一直昏迷，我们联系不上您的家属。你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们尽力了，以后养好身体还有怀孕的机会。”医生一侧的小护士也是认识我的，从我备孕开始，每次见我都是一个人来做检查。他一直对我格外照顾，所以他在听完我的主治医师的话之后，没能忍住眼里的鄙夷，轻嗤一声，将事实都告知我：“赵医生，你帮那渣男说话干嘛？他就是杀人犯，
怪不得说你们男人都是穿一条裤子的。你难道没有看到雨婷姐被救护车送来时的样子吗？她还是人吗？还有，那叫联系不上吗？分明是她忙着照顾那个三姐，都把人照顾到床上去了。而且她还不信雨婷姐怀了孩子，还骂我们合起来在她面前演戏。听着小护士的控诉，我心如死灰。原来在我下车之后，邢凯直奔谢菲菲那里。他当众抱着抽泣的谢菲菲从 KTV 出来，他再把谢菲菲放到副座后，在车灯的照耀下看到车后座上的一片血渍，怒不可遏地直接大骂：她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恶心呢？把我车子搞得全是月经，我差点就笑了出来。那怎么是月经血呢？那可是我的孩子。小护士生怕我不相信，又或者是心疼我，她急忙拿出手机，放起她与邢凯的通话录音。电话才刚一接通，传来的就是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哭泣声：凯哥，不要走，菲菲一个人在这好怕。而邢凯轻哄好几声，才不耐烦地回话：你们说她怀孕了？哼，我的孩子哪有这么容易能怀上？别是谁的野种吧？我明白了，你们一定是和那个恶毒的女人串通好，想骗我回家，对不对？简直不可理喻！你们就是一群神经病，还情况危急，她不是还没断气呢？等她真死了再告诉我，我直接送她去火化。这些话语像利刃一般刺入我的心，让我痛得体无完肤。如果是之前，我还会辩驳几句，维护自己那可怜的自尊心，而现在，我不想再自欺欺人了。小护士一直觉得，在我备孕的时候，邢凯的缺席完全不像一个深爱妻子的男人该有的样子，而每一次，我为了掩饰内心的悲伤不安和为了维护邢凯在外的形象，总是强忍泪水向众人撒谎。我谎称我的老公在家里一直都对我很好的，只不过是医院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，他抽不出时间来陪我检查。而邢凯现在的一切行为，无疑都是在打我的脸。小护士在赵医生嗨嗨2声后，立刻反应到自己好像说太多了，他立刻道歉：雨婷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说着，他又替我义愤填膺地骂道：姐，你也别怪我多事，是他实在太可恨了。你因为他现在都躺在这里了，他还不闻不问，甚至还出言诋毁。而且我刚才还看到他和小三姐正在楼下做妇科检查，简直太过分了。他这种人凭什么做我们院的外科主任？我摇摇晃晃地站起，差点晕倒，紧紧抓住他的手，请求说：带我去看看吧。他眼中满是疼惜，却还是搀扶我起身。赵医生也在一旁默默叹了口气，低声骂了一句，转身走了。很快，在热心小护士的带领下，我来到了妇产科外，正巧遇到邢凯扶着谢菲菲出来。小护士迅速拉着我躲进一旁的走廊，他直接掏出手机开始拍照录像，忍不住大骂：雨婷姐，你就这样让他们这对奸夫淫妇在你头上耀武扬威？要不我冲出去替你出气，给他们几拳。我握住了他气到发颤的手腕，平静地回了句：不能打，要是打跑了就没证据了。10年的爱意耗尽之后，我对邢凯只有恨。我的孩子没有了，他和小三凭什么过得好？小护士看着我，稳稳地竖起了大拇指：不愧是你啊，姐，你这一招简直就是釜底抽薪，太绝了。我在楼道里悄悄按下录像键，小护士给我一个眼神就走了出去。她压紧口罩，假装叫住邢凯：你是这位病患的老公吗？赶紧到大厅去把肺缴了。小护士的语气有些不耐烦，乍一听也没让邢凯发现半点不对劲。
而谢菲菲还紧紧靠在邢凯的怀里，娇羞地喊了声“老公”，这可把邢凯给高兴坏了。他贴着谢菲菲的耳朵，温柔笑道：“菲菲，谢谢你怀上了我的小宝贝，你就是邢家的大功臣。”我面无表情地拍下他们你侬我侬的所有，然后直接联系了专业的离婚律师，包括之前谢菲菲冲我挑衅发来的信息截图，我都一一发了过去。住了快半个月的院，我的身体才稍养好了些。刚一到家，发现邢凯正要出门，再看到我回到家，他没缘由的直接对我发火：“这几天真的是给你脸了，这么多天你死哪去了？我不就是说了你几句，至于这么久都不回家吗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丈夫，有这个家吗？我看你才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。”他说到气愤的点，还想要向前对我动手，我懒得理他，直接开始上楼收拾东西。他看我这架势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就把我的行李箱一脚踢开，他还用力地推搡了我一把，害我撞到了腰腹。你到底在闹什么？你这是想要和我玩离家出走的把戏？我今天就把话撂这，你要是今天敢走出这道门，我们俩之间就算是彻底玩完了。10年来，我一直这样忍让，而这一次，我不想再这么憋屈下去了。我扶着刺痛的腰起身，毫无波澜地看向他：“邢凯，我们离婚吧。”我的语气第一次那么冷。邢凯睨了我一眼后，却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：“离婚？你有什么脸和我提离婚？这么些年，我都没嫌弃你这破身体怀不上我的孩子，你还怎么好意思开这口？我都说了，我和菲菲之间什么事都没有，别整日就为了那么点破事揪着不放。苏雨婷，你这样真的就是活脱脱的一个怨妇。你要是和我离婚了，你看看哪个男人还能再要你？我就不信谁会娶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回家。呵呵，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不要脸的男人？我以前演是有多下，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甩了他一巴掌。如你所说，你们之间清清白白，那他肚子里的应该是个野种了吧？我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听说隔空也能怀上孩子。我的话给了他重重的一击，无疑是直接和他们宣战了。他顿了顿，心虚地后退了一步，但是没2秒又做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回对我：“你竟然跟踪我，你还要脸吗？算了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不妨和你直说，我和菲菲的孩子必须寄养在你的名下。”他还真是打得一手如意好算盘，直到现在我才是明白了他态度转变之快，背后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坑等着我跳进去。他这是想外面彩旗飘飘，而家里红旗不倒。我从未见过如此无耻之徒。我又狠狠地给了他一个巴掌，紧张的氛围瞬间凝固，而谢菲菲却恍若未觉，自作主张地推门而入，不请自来。他仿佛完全没感受到这里异样的气氛，身穿昂贵高定礼服走到我身边：“邢夫人，凯哥那么宠爱你，你就别让他左右为难啊。既然你都知道的话，我也就和你直说，我和凯哥确实有个孩子，但是我绝不会横插一脚把他从你身边抢走的。”他说着，我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，瞬间他半边脸都肿了起来，他眼中闪过一抹怨恨，但是随即就换上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，向我求饶：“邢夫人，你打我出气没关系，只要凯哥不再为难就好。要不今晚医院的聚会，还是你陪凯哥去吧。”邢凯一下就拥着谢菲菲到他的怀里，用那双含义不明的眼眸紧紧锁住我：“苏雨婷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现在给我去化妆。”我跨过地上散落一地的行李，冷笑：“不去，明天我会让律师把离婚协议书送给你，
谢菲菲眼底藏不住的得意一闪而过，却依然装出惊讶的啊了一声：“不会吧？难道你因为我要和凯哥离婚，那我岂不成了罪人？”邢凯眼见我不搭理他们，要往外走，他忽而就急着来抓我的手腕，一脸焦急：“这么着急走？所以你是真的在外面有野男人了？不然怎么会突然要和我离婚？根本不是突然，也根本不是由于谢菲菲，而是我觉得邢凯现在简直烂透了。我想挣脱他的手，邢凯却一路拽着我，把我塞进了副驾。而谢菲菲也跟着屁颠屁颠地跑上了车，我闻着两人如出一辙的香水味，生理性干呕了下。在开车的邢凯注意到了，把车窗打开后，心存狐疑地追问：“你不是前几天才来的例假吗？我见跳不了车，只好无奈地瞪了他一眼，随后索性闭上眼睛。一下车，我就摔门要走，不料邢凯从背后环抱住我，硬生生把我拉向晚宴现场。我踉跄之间险些摔倒，他却不顾我的狼狈，紧紧扣住我的腰，怒声质问起来：“苏雨婷，那天的血渍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刚要推开他，医院院长周老也到场了。他向来喜欢我，满脸笑容的跟我打着招呼：“小婷啊，你和邢凯的感情一直到现在还那么好，真是羡煞旁人啊。”为了不让邢凯好过，我淡淡一笑，语带讽刺地说：“周老，邢凯现在已经是我的前夫了，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我的生意。医院如果有需要医疗器械，随时联系我。”他连忙抓着我的胳膊，声音里透着冷意：“你什么时候开始搞医疗器械的？难道真的在外面有男人了？什么时候？”当然是为了规避离婚，要和他分割财产的时候。邢凯还想继续说什么，谢菲菲就恰好出现在邢凯的身边，她紧紧地挽住邢凯，想要和周老打招呼，却被周夫人嫌恶吐槽：“哪儿来的骚货，骚味都飘这儿来了。”我感激地对周夫人笑了笑。谢菲菲怒气上涌，邢凯脸色也难看起来，但他不敢得罪周夫人，只好指着我大声呵斥：“苏雨婷，你怀着野种都算了，你还偷偷转移夫妻共同财产。虽然今晚是医院的聚餐，但是其他行业的大佬和高官也有一部分在。”于是立马围上来了大批的吃瓜群众，等着看好戏。而在座的业界人士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邢凯打算是要和我鱼死网破了。谢菲菲愤恨地跺了跺脚，借机站到邢凯背后，趾高气昂地指责我：“苏雨婷，你勾三搭四还怀了野种，你还有廉耻心吗？我要是你啊，我就跳进这泳池里，怎么还好意思出来丢人现眼？”邢凯没有说话，显然是等着我服软。周围围观的议论声越来越大，周老夫妇都担心地望向我。好心的周夫人想要劝大家离开，但是架不住大家想吃瓜。见我冷笑不出声，谢菲菲索性朝我泼了一杯酒：“笑啥？今天我就好好替邢总教教你这不知羞耻的荡妇。”她冲了过来，用尖锐的指甲冲着我的脸刮来，那副很近，很明显是想要将心中的郁气发泄到我的身上。邢凯从刚开始的威正，到后面的从容不迫，我直接一脚就踹在了谢菲菲的肚子上，她一下子撞翻了后面的香槟塔，狼狈不堪地倒在地上。她面目扭曲，想起身继续报复我：“苏雨婷，你这个贱人，我和你拼了！”但是立马门外来了一群一群健硕的保镖，为首的是一个满脸横肉，看起来快200斤的老女人。妇人一进门就怒吼起来：“谢菲菲，老娘的男人你也敢碰？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我是谁？”谢菲菲看到这架势，爬起来
转身就想跑，结果一着急，整个人重重地摔进了游泳池里。邢凯本来想跳下去救他，但是在看到妇人身后这么多的保镖，他迟疑了好几秒。于是谢飞飞弟就这么水灵灵被像是抓小鸡崽子一样从水里抓起来，公开处刑。就是你这个臭婊子，连我家那个也想勾引，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，姐们家里是干啥的？整个省都是我家说了算，那个小白脸的一切都是我给他的。你既然敢勾引他，你就给我等着，你就应该提前做好被我收拾的觉悟，我保证会让你生不如死。霎时间，大家才反应过来，谢菲菲才是那个勾引别家男人的婊子。这个富婆也是出了名的占有欲极强，但凡是在道上混的，几乎都听说过她处理人的手段，简直不要太残暴。接着，这一群训练有素的保镖很快将高级场所围了起来，而妇人将刚从水池中狼狈爬起、衣衫尽湿的谢菲菲狠狠踩在脚下。他恶意满满的一脚踏在谢菲菲的腰间，眼神如毒蛇般紧锁着裙摆下渗出的血迹。就是这儿，怀了我老公的种是吧？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加大了脚上的力度。谢菲菲已经被疼得发不出声，我都命人去查过了，邢凯那个男人不行，中看不中用，是个弱精的废物，所以有孩子的几率不大。然后你就铁了心要用我老公的钱和精力去养这个没用的小三。哦，不对，应该说是你用我的钱去养那个废物。邢凯在听到这话后，顿时脸色变得红一阵白一阵，周围的目光带着揶揄与玩味，齐刷刷地聚焦在他身上，嘲笑声几乎是要贯穿整个宴会厅。邢凯怒目圆睁地看向谢菲菲，企图谢菲菲能狡辩一下，帮助他摆脱这尴尬又屈辱的境地。而谢菲菲在那老女人的连踢带踹下，很快就如同一团破布瘫软在地，不时还呕出几口鲜血。在面对那老女人的死亡威胁下，谢菲菲不敢有任何的隐瞒。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小白脸已经结婚了呀，我和他也是在夜场认识的，我就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男模，就把他养了下来。求你别再打我了，我也被他骗了，他也花着我的钱，都怪邢凯不行，不然我也不敢来冒这样的险啊。我试了很多次了，他都没有一次行，但是你家那位一次就成功了。我本是不想和他再有纠缠的，是他在得知我怀孕后就开始勒索我，说如果我不和他继续好下去，他就去揭穿我怀孕的真相。所以这也不能只怪我一个人啊，都是那些臭男人的错。为什么只指责我？还不是因为他们占了我的便宜，又不想负责，我才成了小三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时候居然还有人敢出来帮谢菲菲说话。哎呦，那他也是被骗了，也不是故意的，结果被周夫人狠狠地怼了回去。不是故意的，那把他送给你老公，看看你老公会不会故意。邢凯恶狠狠地盯着谢菲菲，他在老女人叫人放开谢菲菲的一瞬间，立马冲了过去，活脱脱一个疯子。他开始对谢菲菲疯狂地殴打，甚至比刚才的老女人打得还要用力，还要疯狂。谢菲菲，你这个婊子，你居然敢骗我，你给我去死！那一刻，邢凯彻底失去了往日的温文尔雅和表面的绅士风度，他显露出了一副狂躁症的模样。谢菲菲被他紧紧扼住脖颈，在他的用力猛掐之下，逐渐呼吸困难，快就要晕厥过去。她的裙摆也被下半身的血渍给染透了。在场的人都被邢凯这突然癫狂的暴行给惊呆了。不知是谁低声嘟囔了一句：啧，我一看他就是会家暴的，难怪他老婆要和他离婚。哈哈哈！
就是不光有暴力倾向还不行，连小三都只想和外面的男模上床。邢凯就像是他精心编织的谎言，被谢菲菲一把给撕破，现在裸露到大众视野里。羞愧和愤怒冲昏了他的头脑，他现在已经没有理智可言。他紧握拳头，一记又一记地落在谢菲菲曾经娇美的脸上，每一下都伴随着她撕心裂肺的尖叫。然而，那个老女人不许任何人报警，她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，欣赏着邢凯复仇的快感。当邢凯将面目全非的谢菲菲丢进池塘，清澈的蓝水被鲜血渐渐浸染，一片触目惊心。邢凯就这样抬起充满暴力的脸颊，直直地朝我望来。我立马转身跑了，他被众多保镖挡在了我的身后。我低头看了看手机上富婆给我发来的感谢金和消息，默默地删掉。之后我用这笔钱也给自己请了一堆专业的保镖来防身，主要是为了防止邢凯那只疯狗把矛头指向我。邢凯一直因为自己的弱精的事实很是心存芥蒂，那日的公开无疑是将他的颜面扫地，何况他还是医院的一把手，结果自己那方面却不行，日后在医院更是抬不起头。而我委托律师送的离婚协议更是火上浇油。他悄悄地翻进我家，半夜我被突然捂住嘴巴惊醒，熟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：苏雨婷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着离开我，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，你真的舍得吗？你在学校追了我那么多年，你现在真的舍得？还有你给我的离婚协议，我是不会签的。我不管之前你在外面的那个野男人是谁，现在都我可以假装不知道。我们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。如果宝宝还在的话，宝宝，你有我们的孩子了。可过了没2秒，他立马意识到不对劲。不，你上个月才来的例假，而我们后面没有同房。好你个荡妇！他说着又想上前来压制住我。在这几秒的空隙，我给隔壁房间的保镖发送了求救信号，保镖一脚踹门而入，过来直接就把邢凯踢到房间的角落。我冷冷开口：给我打！直到他没有还手的能力。保镖拿钱干活。很快，就算是有着暴力倾向的邢凯，在职业选手面前根本无法反击，3下5除2就被绑到了一张椅子上。苏雨婷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还没签字，我现在依然是你的老公，你难道要谋杀亲夫？谢菲菲现在毁容了，我看不上她了，我们和好，好不好？于是我静静掀开睡衣，露出肚子上的伤疤，笑容冰冷。邢凯，是你亲手杀了你自己的孩子，在你去救谢菲菲那晚，我们的孩子就是那滩你嫌恶心的血。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，试图在我眼中寻找一丝谎言的痕迹。我满满的靠近他，将那个斑驳肉疤的口子扯给他看。你没有权利质疑我的真心。结婚的这10年，我受够了你。真正不忠的那个人是你，而背信弃义的人终将自食其果。邢凯悔恨的哭声在的房间里响起。窗外噼里啪啦的雨声也无法掩盖他的痛苦哀嚎。那一刻，他好像回到了最爱我的那一年。等他哭得差不多了，我让人把他送去了警察局，而他颓丧着脸，一直不肯承认任何罪行，只是不停地重复着：那本来就是我的家，我回自己的家，犯什么法了？警察提醒他，现在是离婚冷静期间，你家暴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，你如果再不老实，我们就……话还没说完，邢凯突然情绪激动地大吼：我说了，那是我的家，我和我老婆的家，苏雨婷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，你们究竟有什么权利把我留在这？
他忽然开始狂扇自己耳光，像疯子一样发泄内心的悲愤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害死自己的孩子，是我，一切都是因为我。他一个人一会笑一会哭的，警察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。苏女士，您看，要不把他先关起来？但是吧，您这边提供给我们的这个监控拍得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可能之前说的刑事拘留。我对警察的这番说辞真的很无语，所以他万一哪天把我捅死了，那就是我活该喽。苏女士，您先冷静冷静，我们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直接联系了律师，他也算是我和邢凯的共友，他还妄想打感情牌。邢凯也是一时糊涂犯了错，夫妻吵架哪有隔夜仇的，他也是被谢菲菲蒙骗了的，你又何必跟他斤斤计较？果然，这个社会对男人是相对宽容的。那既然所谓的法律、公平、正义给不了我答复，那我就用自己的方式来维护属于我自己的公平正义。可如果我放过了他一次，那么还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的吧？我找到了谢菲菲，看到她的第一眼，我有被吓到。我从未想过薛凯能把她伤成这个样子。一开始他还对我抱有敌意，但是在我说明来意之后，我们俩也算是统一战线，短暂结盟了。在谢菲菲的出庭后，法官都被她的模样给吓到。最终，我和邢凯成功离婚，邢凯也被我们被送进了监狱。我也按照之前的约定支付了谢菲菲一笔报酬，能够支持她去整容恢复。她在监狱的时候总是给我写信，每次都会问我，我只是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，不过是出个轨，为什么你要那么狠，让我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？苏雨婷，你太狠毒了！你知道我每天一想到我那惨死的孩子，我有多难过吗？我直接丢掉了他寄来的信，顺便嘱咐身边的助理，以后只要是看到和他有关的东西，直接丢掉，不用拿给我看。可让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，谢菲菲并没有选择去整容，而是顶着这样的脸，在网络上煽动着看众们的情绪，哭诉自己的凄惨，成为了一个另类的情感博主，专门帮人解答情感问题，帮人鉴别渣男。短短的1个月就走红网络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他还来专门道歉和感谢我，说他以前对不起我，同时感谢我帮助他改邪归正。他还和我说了这点时间帮助了许多姐妹免于渣男的谎言和欺骗。看到他这样，我之前对他的恨好像也没有那么深了。我相信我们在远离了渣男以后都会越来越好，而我以后再也不会被婚姻所束缚。其实做个女强人才是我最开始的梦想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